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自美国之音的文章。两会将审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分析，强党弱政助习近平集权。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台北，中国年度的政协、人大两会本周末即将登场，其中人大预计审议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分析人士表示，此一改革案恐弱化国务院，集权党中央，并透过人大这个橡皮图章机构的票决，以假民主的方式强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人独裁的合法性。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一次会议和第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分别在3月4、5日开幕，正式揭开今年两会的序幕。政府换届，机构改革成主要看点。除了政府领导班子换届等人事焦点，今年两会最受瞩目的一成之一是有关中共和国家机构的改革案，也就是恐涉及国安系统变革、强党弱政的改革案。中共20届二中全会于2月28日发布闭幕公报称，已审议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草案，将送交全国人大审议。但公报未披露改革方案的内容，仅强调深化机构改革必须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并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根据官媒央视网报道，习近平也表示，此次改革突出重点行业和领域，针对性比较强，力度比较大，涉及面比较广，触及的利益比较深，着力解决一些事关重大、社会关注的难点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虽然当局尚未公布改革案的具体内容，不过香港亲北京色彩浓厚的《明报》早在二中全会召开前就独家披露，中共可能成立名为中央内务委员会的新机构。报道称，该委员会据传将整合公安、移民、户籍、交通、反恐和反间谍等职能，并将原属国务院的公安部与国安部也改立旗下，未来可望由深受习近平信任的现任公安部长王小洪领军。报道还说，除公安部门外，科技、教育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也将进行整并。此外，彭博社也披露，中共中央打算恢复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该机构曾在1998年至2003年间领导金融系统的核心决策。换言之，金融系统的决策权将收归给党中共，这代表北京正在重新划分管制系统，强化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尽管外媒报道未获官方证实，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都认为，关键时刻放出这样的消息应具有相当可信度。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认为，若外媒消息属实，中共就是以改革之名扭曲了公安系统的社会职能，从为人民服务转为为党服务，说白了就是为习近平一个人服务。他说，这样的改革方向凸显了习近平个人对于权力的焦虑。宋国成告诉美国之音，在这种权力危机感和安全焦虑感之下，习近平一直在强化表忠运动，就是表达忠诚的运动。公安、国安纳入党内的内务委员会，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国的 KGB 克格勃、前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走向一个特务治国和恐怖统治的制度。法学教育、官员述职，强调对习表忠。宋国成表示，习近平要求部署表忠，不仅反映在机构改革案上。他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2月下旬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时，也是企图一步步将司法变成政治控制的工具。该意见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全方位占领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阵地，引导广大法学院校师生和法学理论工作者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至于中央领导干部，更被要求制度化定期表达忠心。据新华社3月2日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已向中共党中央与中共总书记提出书面述职。报道称，相关人员每年要述职一次，是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习近平已审阅了述职报告，并提出重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早自2018年3月起就被要求向习近平述职，4年来适用类似规定的官员持续增多。对此，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认为，这一系列举措将更进一步强化中国的党国体制。张俊华告诉美国之音，这个规定把党国制度弄得更具体化了，最终大家就向一个人负责，这个人就是习近平，党的最高领导，全国14亿人都要向习近平看齐，那么就是说更习近平化。张俊华指出，从要求党政官员向习近平述职到整顿公安、国安部门，都是基于习近平对于部属的不放心，不愿事权，所以要把这些作为镇压工具的准军队从国务院搬挪到由党指挥，也就是他自己直接管控下。改革走回头路，学者薛权更甚时效。另外，组织改革案将送交全国人大审议，这个程序在张俊华看来，只是把板上钉钉的案子透过人大代表橡皮图章式的投票表决通过，来赋予习近平推行组织改革的合法性。张俊华说，自80年代以来，不管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时代，他们的执政方向都在强调党政分开，但现在习近平以改革为名，实际上却是走回一人独裁的老路，几乎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台北学者宋国成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般公共行政意义上的机构改革应该是财泰冗员、精简组织，以提高政府效率，但反观习近平现在推行的改革案，促成的并非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反而是一个加强版的独裁体制。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王信贤则从机构改革的成效分析，他说，中共于2018年发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后不久，中国就陷入美中竞争白热化及新冠疫情等一连串的内外挑战。当时的改革至今看来效益不大，也并未让习近平的执政更有效。王信贤也说，二中全会公报已定调国内外情势严峻，从这个角度观察，机构改革案无疑旨在进一步巩固党中央的权力。公报指出，当前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进入新的动荡期。因此，为了应对内外挑战，必须做好国内外大局、经济与疫情防控，还有发展与国家安全等3个更好统筹。王信贤说，这代表中共已吹响了集权的号角。王信贤告诉美国之音，公报简称叫3个更好，也就是说，目前遇到的国内跟国外的大局，你中共要怎么在机构上面整合？为了民族伟大复兴跟中国式现代化，而且要福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底下，所以顶层设计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顶层设计原为工程用语，现为却变成了中国新的政治名词，代表一切由中央进行具体的总体规划。机构改革集权于党。他说，这并非中共第一次弱化国务院的权力。中共中央2018年3月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就曾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王信贤分析，过去的组织改革已经把诸如统战、宣传跟组织部等原本分散在国务院各部委的权力集权过，此次的改革和变动势必更大。依照程序，此改革方案经人大代表审议后，预计于闭幕式表决通过后，才会对外公布具体内容，届时外界才能一窥习近平的组织改革方向。迎接全国两会，北京安保严密。而为了确保这场年度的政治大秀不会出现任何闪失，北京连日升高安保规格，所有进京邮件包裹都要经过2次安检，
全北京更从3月1至14日禁止无人机、热气球等任何低慢小飞行器升空。尽管官方宣称中国已走出新冠疫情阴霾，但两会的防疫工作也仍未松绑。所有与会的人大代表跟政协委员从3月1日起就进入闭环管理，每48小时就需接受一次核酸检测。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